给我瞄准了打，给我瞄准了打，对吧？这样有一个车转腿。这是死神方辩杀意最大的一场比赛。面对日本武士工藤永树2次来滑踢馆，方辩丝毫不犹豫对准他的肋骨就往上踹。打日本人就该像死神方辩这样卯足了劲往死里打。早在3年前，方辩就踹断了工藤永树3根肋骨，疼得他满地打滚嗷惨叫。不知道的还以为谁家过年杀猪呢。这个疼痛给工藤永树带来了一生的阴影。苦练3年之后，卷土重来，再次来滑踢馆，试图踢爆方辩脑袋一雪前耻，并强烈要求赛事方让方辩签订生死书，直至有一方倒下，裁判才会上前终止比赛。为了防止意外的发生，方辩特意在外边给工藤永树准备了3辆救护车，以防不测。话就不多说了，来让我们欣赏一下死神方辩的精彩表现。这个人啊，不作死他就不会死。再加上工藤永树都不算是个人，上一次来滑踢馆被踢断了3根肋骨，养伤养了3年才勉强重新回到擂台，结果这家伙非要来滑继续作死。死神方辩在3年前不费吹灰之力将其暴力终结，然而3年后方辩依然能简简单单将其秒杀 KO。比赛一开始，工藤永树就遭到了攻击，致性的下劈腿。比赛完之后，方辩进行连击，给踹！工藤永树懵了。红场裁判毛金宇告诉这个孙方辩，接腿踹只能1次发力，不能2次发力做动作。方辩一上来已经掌握了整个比赛的主动。我刚才跟观众朋友说，就在方辩同工藤永树比赛结束之后，3年前打不过死神方辩算是情有可原，然而3年后依然是死神方辩的囊中之物，要想将其秒杀打废，死神方辩只需略微出手，顷刻间就会把工藤永树打得鬼哭狼嚎。不得不说，3年前的工藤永树一点都不抗揍，苦练3年的工藤永树别的没有增加，抗击打能力却提升了好几十倍。方辩的重击打在他脑袋上之后，这家伙就像是没事人一样，照样能稳稳地站在擂台上继续挨揍。那么张凌的这个伊朗的这个一攻，后手的改拳，这工藤永树啊，现在有一点应对乏力了。现在这个方面完全控制整场比赛这种节奏，就是这局完全被控制了。工藤永树想着复仇，我估计不成了，又要死在方面的门下和腿下。工藤永树现在要做的一定是打破方辩的存在，但是在自己的力量、速度和把握时，看到方辩暴打工藤永树的场面，台下的中国观众已经彻底沸腾，呐喊声、衔接呼唤声，还有加油助威声，让本就气势如虹的死神方辩变得更加有力气。一套接一套的组合进攻打得工藤永树喊叫连连。即便如此，方辩的进攻一直没有要停止的迹象，并且还随着工藤永树喊叫的声音逐渐增强。蛮强的，作为一个日本的武士吧，下劈到了，但是方面还想再斗他一会儿，没有，直接扑上去用后手拳结束比赛的。方面招牌式的下劈正蹬用单板拳。现在方面想怎么打就怎么打。后手持拳啊，刚才滑了，就是冲太嘛，因为现场的所有的观众就想让那个方便都对平，对。这接着带开这个啊！现在这场比赛爆了！第2回合开始了，要不是工藤永树在这3年勤加苦练，恐怕早就在第1回合被方辩打爆了脑袋，踢断了肋骨。本来工藤永树的肋骨上就有伤，再加上方辩频繁的攻击，此时工藤永树不倒下，完全是出于他那顽强的意志力。方辩打了这么多年的比赛，这还是头一次见能硬抗方辩重击且不倒下的外国选手，难怪这场比赛被称为是方辩杀意最大的一场比赛。杀意小一点都打死不了工藤永树，这选手还是挺坚韧的。今天是方辩第32场比赛，完全就是一个表演赛了。没错。但是我们看到工藤永树也是真是能挨呀，这个靶子真是能挨。没错。前手的摆拳，方辩前手的这个前手摆拳啊，真的是神出鬼没，突然就出现，爆发力和启动性都非常高。我们也看到工藤永树的防守能力确实不错，他也知道这场比赛将想复仇，也苦练了很长。工藤永树在这3年期间总共夺得了9连胜，1次败绩都没有。但在死神方辩面前，工藤永树还是那么的不堪一击，
看到这一幕，不禁让小编想起了3年前工藤永树被暴揍的场面。不能说是一模一样，只能说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。3年了，工藤永树早就想念方便的重拳了。登上擂台的工藤永树一点都不吝啬，该挨到的重击一点都没落下。运动员会方面真的是非常全面，不管是拳法、腿法，包括摔法。再来一个。虽然我们 WLF 的规则中呢是不允许主动摔法，并且不鼓励摔法。但是像这种接腿摔可以运用，就是我接到腿之后可以运用，但是这点是一次是发力，不能2次发力。我接腿之后一次没有我摔倒，我再来一次，那是不允许的。是的。现在在方便的一位进攻和工藤永树的一位防守下，比赛变得越来越像表演赛。安静一点，别动。我击鼓动作，击鼓动。方便一个低位打负，彻底摧毁了工藤永树第一道防御。与此同时，工藤永树肋骨上的旧伤也在这一刻得到了孵化。先不说工藤永树还能不能站起来，就算是站了起来，后续也逃脱不了被方便暴揍的命运。唯一的办法就是弃赛投降，最起码能免受皮肉之苦。再次来滑踢馆的工藤永树复仇的欲望很大，就算被打死也要死在擂台上，以此来表明自己不畏生死也要复仇成功的决心。这是转身后蹬被方便识破了，完全识破了。方便多聪明，是吧？我又进击腹部，对不对？要知道，方便今天迎战的是日本的工藤永树。在2011年，方便曾经战胜过对手工藤永树，但是想一雪前耻。现在方便前摆拳，哇！这是第2次掌裁判毛景宇。既然工藤永树是来找死的，死神方便也没必要再继续玩下去。这一次读秒彻底让工藤永树丧失了复仇的信心，肋骨遭到重创的工藤永树脑袋也挨到了重击，实在顶不住压力的工藤永树还在死扛。看来方便不把他打死，他坚决不会善罢甘休。意志品质的确不错，在明显强于自己的对手方便面前，依然坚持要把这场比赛打下去。第2局比赛结束，第2局比赛结束。男子85级超级战方便同工藤永树日本工藤永树第3局的比赛。第3回合开始，工藤永树在擂台上诠释了什么是宁死不投降的日本武士，都被打成了，这个熊样还不主动认输。看来方便不把工藤永树打死抬着下擂台，这家伙坚决不会主动弃赛投降。不得不说，方便早就想把他秒杀终结掉，奈何工藤永树的抗击打能力实在是太过强大，方便连拉屎的力气都用上了，那也无法在短时间内粉碎工藤永树最后仅存的有生力量。这个选手随时都有可能KO 对方的能力，方便还是不能大意啊。今天方面也打得大开大合，没错，动作幅度很大，因为毕竟这个工藤永树的这口气，最终方便一脚定乾坤，再次重创了工藤永树的肋骨。台下的观众高兴坏了，2次来滑2次被 KO， 简直是丢人丢到家了。工藤永树将日本武士的脸给丢尽了，幸好赛前俩人签订了生死书，就算方便打死了工藤永树，也不需要负任何的法律责任。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，你会给方便打几分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